对我来说啊，就是算命啊、命理，这个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算命，我觉得它是很好的教化社会的一种方法。当你在正式的教育里面，你没有办法受到改变，你没有办法在正式的教育管道里面，你没有办法再让自己变得更好。那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传统的三一命谱，像这种也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个性，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方式。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看，就是看算命这件事情。我讲话方式也不一样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对就是甚至我整个人的积极性，我整个人那种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态度都得到改变。这个能量甚至是从你生命的状态自然流露出来的，它是自然流出来，因为你平常就在累积，你平常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个能量是累积在你身上，所以当你在跟别人做咨商，你那个就自动就流出来了。我就说，一个人如果被卜卦卜得太准，你说哇，你卜卦好神哦，都讲对耶，就只有你没有修行，你就容易被讲对。你如果有修行，你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他就抓不住你，那个卦抓不住你。你太容易被卦抓住，必然你内心有很多执着。你在那个地方困太久了，你在那个地方困很久，你就很容易被卦抓到。王老师好，各位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凯琳，欢迎大家来到乐意讲堂2026春季公益讲座。那王老师影响了我，也影响了很多人。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呢，我想介绍一位神秘嘉宾。刚刚大家可能也看到他进场了，他是非常知名的自媒体的创作者，透过雪莉的心理学笔记，陪伴许多人认识自己，理解内在，走出人生卡关的时刻。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雪莉老师来到现场，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公益讲座。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欢迎雪莉老师。谢谢王老师好，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哦。那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我，我自己有经营一个自媒体，那大概是5年前的时候。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认识王老师的。那跟王思炫老师的结缘应该是3年前的事情，老师不知道，是我自己私下跟老师结缘，是在诚品光书店的时候。那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易经的白话讲座，就非常吸引我。我自己13岁国中念完，我们家就移民到澳洲，所以我对这个我们自己的文化，还有这些哲学跟经典，我其实没有琢磨太多。所以看到易经讲座，觉得快要50岁了，应该是时候来念易经。这本书拿起来看，就觉得好看，可是看完以后又觉得看不懂，这样子也翻了2年。2年后呢，2025年我就觉得这样子不行，我就鼓起勇气，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一点这个压力是不能好好学习的，我们就 email 给王老师说，王老师愿意来我的频道上面嘛？因为如果愿意来的话，我就会紧张，就会把书念完。于是呢，王老师也很爽快的就答应，所以就逼着我把易经念完了。念完以后跟王老师采访了以后，我觉得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那王老师知道现在有129万的点阅率了嘛？就王老师后来在自己的易经课程有分享说，他觉得这是业力，在外面被人家认出来这件事情，所以对王老师也不是很好意思啊。但是因为念了这个易经，我觉得对我现在看事情有放下很多执着，因为以前就觉得就是好事还是坏事情，要怎么面对我们现在生命中碰到的困难。所以王老师就提醒我们，就说所有人生面对都是吉中带凶，凶中带吉。那也因为要再度采访王老师《金刚经》，又把《金刚经》也念完了。那这本书带给我的影响，就是真的放下人生的执着。包含昨天我在跟我老公讨论这个未来会不会有核子大战的时候，我都说就是放下吧，因为就是看到易经，我们64卦这样子，人生的起伏就是都在这个卦象中可以看到，所以也不需要再执着，就是在《金刚经》中也学到了这个放下的艺术。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要跟大家说，非常真的自己觉得这1年跟王老师接触，然后念了
他的《易经》跟《金刚经》，真的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启发。包含我也是一起在线上上课的同学，所以每次看到这个乾卦、坤卦、官卦，还有临卦，都觉得作为一个企业顾问，对我在企业管理上面是很有帮助的。那还有这个尊卦，还有这个时刻卦，我觉得对于教育，我自己有3个小孩，也是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今天非常想要听老师来分享，就是到底什么是能量，然后能量可以怎么样协助我们，或者是我们怎么可以运用能量在我们的人生里。所以真的非常荣幸，然后也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因为我是上线上课程的，没有办法跟大家现场见面，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现在现场看到大家，也谢谢王老师可以邀请我们来这个演讲，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王老师的分享，谢谢。谢谢雪莉老师真挚动人的分享。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大家最期待的时刻到了。那欢迎乐意讲堂的创办人王思训老师。谢谢。我就坐这边跟大家讲，因为本来说叫我到上面讲，我不太习惯在站。就是跟大家不在同一个位置上，这个上课或演讲。我先讲那个，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能量，这个题目是怎么出来的哈？这个题目原先是大概年初的时候，高雄有一个占星塔罗协会哈，要我去演讲，一个小团体啊。那因为我在高雄也有上课哈，在高雄我们也有一个教室，然后我通常就是怎么讲，就是自从上了学历的节目，然后那个点击率是破50万以后，就各处就很多邀约，我就一直推，然后但是有一些小团体，我会上网看一下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有意思啊，我心里会补一个卦，然后觉得缘分还不错，我就会答应哈。反而一些比较大的媒体，我通通推掉哈。那个，因为对学历来说，那个就是点阅超过50万，对我已经太多了，我有点承受不了。就是不单单你在路上会被认出来，你去看个病都会被医生认出来。你不要问我看什么科。那个。所以我就不是很适应，所以我就通常都推掉。但是高雄这个协会是小团体，而且他们都做一些，就是我看他们的活动，就是有很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就去那边答应他们要到那边去跟他们聊聊天。那我心里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题目？他们说没有。你知道最难讲的题目是什么？最难讲的题目就是老师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这是最难讲的题目。所以我心里想一想，既然他们是塔罗牌占星，那我就讲一个。我心里就想，那我过去生命记忆当中有什么跟算命啊、塔罗牌跟这个相关的？我就想到了。后来我就形成这个题目就形成能量是什么这个题目。那为什么？什么占星、塔罗、人类学，这个9型人格等等，为什么这些会跟能量有关那我就讲我一个经历。我没有学过，我没有正式的跟着某一个老师或者学易经，或者我没有，我易经都是自己读的。那我唯一有跟一个就是算命老师学，就是学面相。我学了3个月的面相，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就是花钱跟一个就是以算命为职业的一个老师跟他学。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要不要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我跟这个老师学我大概学了1个多月，然后他就很看得起我，他就跟我讲，他就说思训，因为那时候很年轻了。刚退伍，找第一份工作而已。那时候可能工作只有1年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思训，我跟你讲，你要不要正式？意思就是拜在他门下，
正式跟他学武术啊，就是这个甚至连气功都要跟他学这样子哈，然后占一命谱相这样子，就是跟他学武术。然后他跟我说，依照我的智慧哈，依照我的状况，他认为我大概2年，最多3年，这些全部都可以学会。然后他保证我，还保证哦，他说我只要跟着他学，他保证我2年之后，我年收入可以100万以上。哎，这不是现在，不是现在，这是30几年前的事啊哈。那他就问我怎么样，就是反正所有好处都跟你讲了，你就给一个痛快吧，你要来不来？我那时候是真的就是打心眼里说我想说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师，我上你的课我觉得很愉快，但是对我来说啊，就是算命啊命理这个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算命，所以其实我不在乎它会赚钱或者不会赚钱。我说这个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教育的工具，我觉得它是很好的教化社会的一种方法。当你在正式的教育里面，你没有办法受到改变，你没有办法在正式的教育管道里面，你没有办法再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是你觉得传统的那个教育管道很僵化，那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传统的3一命谱像这种，也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个性，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方式。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看，就是看算命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是把这个当成社会教化的工具。然后当我这样讲的时候，那个老师就仰天长啸，他就觉得好可爱，这个年轻人怎么会这样子想？他就哈哈大笑，然后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呢？你太年轻了，就有点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没有恶意，他只是觉得我还没真正进入社会，不知道整个社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才会这样子看这件事情。总而言之，他那一笑，在那个时候，对我那个年纪的我，其实是有一个伤害，就是我是被伤害到哈，所以我心里就说，那我就不跟你了。我就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跟他，不然可能就是会变成走江湖那条路。这个老师在那个时候很有名，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在提他的名字了，就是他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哈，所以我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真的很感谢他看得起我，但还好就是我没有走那个比较江湖那一派。但那个时候在学的时候啊，我有2个同学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呢，就是其实工作都是赚那种很微薄的薪水，就比如说可能就是当一个大厦管理员或者反正就是在那个时候会觉得社会就是底层劳工阶级这样子。那他们都虽然没有念过大学，但都是专科毕业这样子。那他们对这个算命这个充满憧憬怎么样的憧憬？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赚钱或者说这个东西可能可以让人家觉得你很神，或者会让人家就是你的社会地位无形当中会抬高虽然我没什么学历，可是人家还都是叫我老师这样子。我认为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对这样子的社会状态他很憧憬，所以他们真的是花很多钱在学这个算命，而且是各种都学，风水也学，然后那个时候八字一定要学，紫微一定要学，这是3个最基本的，风水、八字、紫微。这个当然那个择日那些都不用说了，这是3个最基本。然后他们都花很多钱，而且什么初阶班、进阶班，然后再深造班，反正都是花很多钱。但是其实他们赚的钱不多然后他们就是每个礼拜，就是除了这2位，还有他们的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个讨论会，就是会就互相等于是互相再切磋一下，你帮我算，我帮你算这样子。然后甚至他们会讨论说，碰到什么情况，你用什么话术你用什么话术，那个客人他比较会信服。他们都甚至讨论到这个地步。但很奇怪，他们虽然这么认真投入学习，这么认真去讨论说怎么样回应客人的需求，
但其实他们的 case 不多。我就觉得他们虽然老师那个时候有时候会介绍一些 case 给他们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很辛苦，他们赚了钱，花很多钱在做这个学习，而且已经学了好几年，不是学1年2年，他们就是其中有一个已经学了快5年了，然后接的 case 就是那种接 case 的频率大概就是1个月有那么1个客人或2个客人这样，其实那个远远不够。但我就是以跟他们认真努力投入花的时间和这样子得到的回馈我是觉得是完全不成比例，甚至其中有一个人他甚至在那个就是你知道行天宫不是有个地下室帮人家算命的嘛他就租了一个摊位，结果就是一整天就算了2个客人，然后根本连付那个摊位的租金都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也不晓得原因在哪里。然后这要等我几年以后，我又认识另外一个朋友，这我也不好意思提他名字就我认识另外一个朋友，我另外这个朋友呢，他就是 case 很多，就是如果他都接的话，他大概每天都可以接4个以上的 case 但如果他不接，当然他会自己做限制这样子，就是他就 case 很多，但是他是从来不学任何东西他也不学，虽然他懂一点点，但他没有正式学过，而且他不会特别买什么书来钻研顶多就在书店里翻一翻看一看然后他也不学八字，也不学紫微都是懂一点点，也不学易经什么，通通不学。但他 case 就多得不得了，然后你来跟他就是聊聊天，然后他就是东问一下西问一下，然后就反正就跟你聊天。然后就聊那么每一次大概就聊了1个半小时，然后去找他咨商的人都觉得很有收获，都觉得自己有一些事情松开了，觉得自己有一些事情改变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人家可是真材实料的去学了好几年，你这什么都没学，不学有术不学有术，你是不是就靠了一个谈话技巧还是怎么的？我就有一天我就问他说，我就也把我从前这2个朋友的状况跟他讲，我就说为什么人家那样子这么努力，然后还接不到 case， 那你就是不太努力我这样倒没有污蔑他，因为他觉得太努力是不好的，他认为你太过努力是你太执着在某件事情，那个事情你的理解就偏掉了他有他自己的理论，而且他真的是这样在实践的而这种人他也不会有什么烦恼，他也不会说特别想要去赚钱，没有，他就是他有一种，反正就是他有一种非常顺其自然的那种态度在过生活他也不会想说，我每天要多接1个客人，我1个月就多没有，他从来不想这些。他反而每天在想我怎么样推掉一些客人，不要让自己多一点时间休息那你说休息你要做什么？他也没有要做什么就是休息就坐在那边坐着，然后就是喝一下茶或者就是看看风景，这样就是休息了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人家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差别是什么？他那时候也没有怎么想，他就随口就给我一个答案，他就说他觉得你帮人家算命那个重点不在于你那个技术，你熟不熟练你那个东西的规则，你是不是很熟悉，你是不是会应用？他觉得重点不在这里，他觉得重点是在你的能量状态。他说我跟他们的差别就是我的能量状态跟他们不一样，我的能量状态比较高，然后你们学那么久，但你的能量状态还是比较低，所以因为你的能量状态低，所以人家来找你算命其实没有收获。然后我即使不学算命，但是我的能量状态高，所以人家来找我，哪怕就是聊聊天，他们也很有收获。他给我这个答案，这个事情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或者20好几年前的事了。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起这件事，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能量，但是就因为这一次他们高雄这个团体邀我去讲，我就想到，那他们刚好
因为在他们这个团体里面，很多人也是想要走这种，比如说用占星卜卦相关的技能帮人家做智商，他们也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不一定是当主业，可是有时候当一种副业，斜杠一下，交朋友也好，甚至能够间接做一些公益也好。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会团体去帮人家做这样的智商，然后赚来钱，他们再转去做公益。他们这个协会有这样的习惯，所以我就觉得这样蛮好。但是我就想，那我就可以跟你们谈这个话题。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的出发点是什么？我就说我的出发点就是我想问你们很多人都是做相关的智商者，或者说我们用现在语言叫身心灵方面的智商者嘛，哈。我就说，你们觉得？你们做这样的智商工作，然后你们是只要把你们那个工具熟悉，然后深入，甚至有经验做一些操作，甚至在语言的跟人家的应对上你们累积一些经验，你们觉得这样就够了，还是你们觉得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那你如果觉得除了这个知识技能这个部分，还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知识技能这个部分更重要，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去那个演讲，第一个我就提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觉得那个是什么？结果现场呢，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们觉得好像那个只有那个知识技能那个部分是不够的。然后我就说，那你们觉得如果还需要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们也讲不出来。我就说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讲，我觉得也许那个就是能量，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个能量。好，可是我还要再问第二个问题。我说我虽然讲出这个能量，可是你能够讲得出什么是能量吗？在你心里面到底能量是什么？就是现场又不太容易讲出来。就有人说能量是一种频率吧，能量是一种频率啊，或者有些人说能量是一种震动。好，就是总而言之，大家不会说能量是焦耳这样的，没有人会说能量是焦耳哈。但就是他们就是讲振动跟频率，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是跟我讲科学语言哈，那我就要问你，那个你讲那个振动跟频率如何测量？他们说那个太微细了，没办法测量。我跟大家讲，你讲这个话，任何就是理工背景的人就不想跟你讲了。你就说那个能量太微细，那没办法测。当你讲这话就人家就不想跟你讲。你知道现在的科学仪器可以测量细微能量，可以测量到多细吗？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高差只要1公尺，高差1公尺，在1公尺上面的时间，跟在1公尺下面的时间，这个是可以用仪器测量出它们时间不同，你知道吗？可以，我们现在科学仪器已经可以细到这个地步。这个当然，这种仪器我们一般在市面上是买不到。好，那我稍微讲我们在市面上买得到的仪器，就你不用什么特别请人设计，或是也不用花太多钱，一个人就花个几万块，你就可以买掉非常精细的这种电子的这个时间的这种测量的仪器。然后你请你个朋友啊，你们两个电子钟啊对时好了，他去搭飞机，然后你在地面，就飞机跟地面这个高度，然后他下来以后，你们2个电子钟的时间不一样了。就你只要飞机只有10公里的高度，跟你在8公里走吧，哈，飞机飞在大概离地面8公里高，8000公尺，然后你跟地面这样子的高度引起的时间差，我们一般的电子钟已经可以算得出来，已经可以计量得出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 GPS 里面有时候也有那个计时的功能。那个卫星是在天上，卫星在天上很高的地方，他们必须把这个时间差算在里面啊。如果他不把这个时间差算在里面，你的那个位置误差可能会10公尺、20公尺、30公尺，你的那个即时，你的汽车导航的误差会30公尺。就是那个机车那个导航叫你右转的时候，你已经过了那个右转的那个路口已经过了，它已经要把这个高度差所造成的时间差已经可以计算在里面。再来就是速度，
你搭火车，你搭高铁，你那个电子钟的时间走法跟我在地面上这两个一样是可以测量得出来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连这种东西现在都可以测量出来，然后你要跟我说啊，有一种啊那个频率振动是很细微，测量不出来，就是任何念理工科的人都不爱听，就不想再跟你讲了，因为他觉得你不可沟通。好，所以就回来。那如果这样子，我如果不能够用频率去讲，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来讲能量？那就回来，我认为有一个语言是，你无论是念文科，无论是念理工科，无论你是念生物科学的，你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说法，那就是能量是用来改变你现在的状态。如果有一个能量的参与，你现在的状态可以得到改变。无论你要是从物理方面能量，或者从其他方面能量来讲，其实都是同样的，他们都有同样这个特性。你如果没有任何能量的参与，这个事物本身它不会产生改变。但你有能量的参与，事物本身它会产生改变。比如说人变老，可能是某种能量的流失，然后人会变老。然后你变老的过程当中，怎么又好像看起来又年轻了1-2岁？你可能这2年透过某种养生，这可以当作一种能量的输入。透过某种养生，整个人好像有年轻了1-2岁。就是能量，我现在讲第一个，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明，说我可以这么讲，就能量是用来改变你的状态。这应该你跟任何一个人说，他都可以接受。无论你用物理的角度去看，或是你用生物、用细微能量的角度，都可以这么讲。它是可以来改变现状。那我们到底要改变什么现状？就接下来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改变什么现状？那就是说，我在这里我已经不再去描述能量的定义是什么，我就是我现在就等于是从能量的作用来解释什么是能量。我不是从能量的定义，我不想再从定义去讲，因为从定义我们几乎很难说明。但是我们可以从作用来讲。在这里我可以插一个话题，讲一个故事，就跟语言，我们用语言去描述一个事情的故事。就有一个哲学家叫做维根斯坦。你们知道我编过剑桥哲学词典，所以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维根斯坦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不能那样子讲。就有个哲学家叫维根斯坦，然后他是做语言哲学，然后他到那个伦敦去，因为罗素是他老师，他到伦敦去那个找罗素，然后有一天在这个街头看到一个乞丐。乞丐呢，前面呢，就是希望乞丐前面又放一个牌子，上面就写说那个我很穷，请帮助我，我很穷，请帮助我这样子。结果他看了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站在旁边看，就发觉人来人往，每个人瞄一眼就再也不看他了，就过去，瞄一眼就过去了。所以他就看那个已经在那边坐了很久，就好像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情，没有人愿意给他任何施舍。他就过去，就跟那个乞丐讲说：“我来帮你吧，你觉得他怎么帮？他会给他钱，说我来帮你？不是，他就帮他把那个牌子翻过来，重新写，不要写我很穷，请帮助我。他就写说，就是大意就是说，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请给我2块钱，让我买一杯热咖啡跟1份热狗。”结果他光这样子写之后，很快哦，就是马上有人看了一眼，马上有行动，然后给他钱，给他2块，又没多久，又一个人，又给他2块，就这样他发觉他一天就不是一天，就在那个1个小时之内乞讨的钱是他2-3天乞讨的钱的总和。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这个故事是说，就他的道理啊，他道理就是说，你用一种漫无边境的语言给我，其实你不会造成任何改变，你不会产生实际的行动。就好像你讲说，能量是很细微，能量很神秘哦，能量还有难以言喻哦，能量很了不起。你讲的天花乱坠，这个就是我很穷，请帮助我。
这个语言就是我很穷钱帮助我，它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我就说，这样的语言本身是没有能量的。你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能量，这件事情是没有能量的，因为你没办法带来任何改变。好，但是我现在已经很明确讲，我不要多，我不要少，我需要的是2块钱，因为我2天没吃东西，然后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我要去买一杯热咖啡，我要吃一份热狗，这么明确，就他就能够触动到对方，然后产生行动，所以对方就知道你这个语言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他就知道你这个语言的重点，他就知道你这个语言要召唤的行动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就衡量自己，那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反正这种善举，而且是举手之劳的善举，而且他知道边界在哪里的善举，很容易引起共鸣，所以就很多人马上产生行动。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对你心里面自己对能量这件事情的定义，你的定义方式是对的话，你应该会产生行动。你对能量这件事情的理解会产生你实际的行动，并改变你的能量状态，以及改变你的现状。如果你对能量去描述什么是能量这件事情，你用的语言是对的，你用的语言是边界清楚的，你用的语言是能够唤醒行动的，那你就会受惠，你就会因为你用这个角度去描述、去理解什么是能量，你就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惠。你就会得到改变。所以我刚才讲到这样，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头来，再把什么是能量这件事情再重新再讲一遍。让我喝一口水。大家如果有看过我写的任何书或者在各种视频影片里面所讲有关于什么是修行就是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描述修行是用我自己的语言去描述什么是修行。我觉得修行就是你真心希望自己变得更好，而且付诸行动，这个就是修行。我说我特别要讲真心，就是有时候你会开玩笑，就是我现在我什么对我现在是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我想要好好去吃一顿，这样我就可以变得更好。就某些情况也许是，但是这个不是真心，你可能带一点戏谑的成分，你可能只是开一个玩笑，它不是真心，因为你并不认为说你每天都吃得非常好，你并不认为这个会让你变得更好，所以你真心希望自己变得更好，而且你付诸行动，这个就是修行。这是我对修行的一个就是最可跟你的生活、跟你的行动、跟你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描述的方式。在这里我也想稍微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对于任何事情的定义，或是你使用任何语言的时候，那个语言最好能够直接跟你的生活行动、跟你的生活的实践，最好跟那个能够结合在一起。你不要使用那种无法实践的语言、无法做的语言，你不要太常使用这种语言。就当你太常使用那种，它没有办法引领你的行动，没有办法知道我用这个语言之后，我还是不知道我要怎么做。这种语言不要太常用，因为太常使用这个语言其实是降低你的能量状态。有些人讲话非常抽象，好像意境很高，但完全不可实践。你不要羡慕那种会使用这种语言魔法的人，就是其实对他们也没帮助，对别人也没帮助就是真正对你有帮助，其实你自己跟自己内在对话的时候，你使用的语言尽量是可以实践的语言，而且你讲完你就知道要怎么做，你讲完你就知道你做到没有，你有没有这样做，这种语言是最有能量的语言因为它能够带来改变，就是能够带来改变就是一种能量。好，所以再回来就是我就讲说，好，那这样既然语言我不想去从这个意义上去用什么概念名词去把它做定义，那就回来就说，凡是能够让你变得更好的，能够帮助啦它不是直接让你变得更好，能够让你在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当中，它提供帮助让你这个改变变得更容易，那个就是能量。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这个能量，可以吗？要不我再讲一次，好，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能量要跟修行结合在一起讲，跟你的改变结合在一起讲，你不要好像客观的在描述一个能量，但是你说能量是一种频率，没有人会说你错，但我的意思是说，能量是一种频率的时候，你跟它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频率吗？或是那个频率如何影响你呢？你跟它没有具体的关系，你也不晓得怎么用这个频率来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那种你跟它没有办法，它没办法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这样子去描述能量，你就不要用，不要。虽然哪怕讲得很炫，描述的好像诗一样，那也不用特别，你不用特别去在意那个因为那个其实是对你来说未必是有能量的东西。所以凡是对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那个状态，它提供了一些帮助，那个就是有能量的，那个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有能量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那你要注意哦。我们有时候，比如说你有时候会喝一口茶，就这茶很好，你就会觉得，但有时候你不会说这茶很好，有时候你会说，这茶好有能量，好吧？就算你是真心感受到能量，但你不要放过。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真心感受到这个能量的时候，你再问自己一个问题就可以把它调整回来。你再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好，那我想把这个能量用在我。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件事，我要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这一问在佛教里面，在佛法里面称为回向，你知道吗？这个叫回向，意思就是你要转弯，回向意思就是，这个能量好，你不要停在这个好上，你要在这里要转弯一下。转弯什么呢？你要不是度自己就度别人吧，把它转到度自己或者转到度别人，这叫回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念经这是一件好事，其实说这是一件好事，就这是一件有能量的事。当你念完经，它有能量，念完经你就要回向，你无论是回向给自己或回向给别人都可以，因为大乘佛法到最后，你不是度自己就是度别人，对别人好就是度别人，对自己好就是度自己哈。人要不回向给自己，要不回向给别人，或者回向给其他众生都可以。但我的意思就是，哪怕就是喝到一口好茶，然后感觉，你知道喝到一口好茶，有时候眼睛一亮，然后发觉眼前的这个事物都跟着鲜明了起来。本来好像朦朦胧胧，一个好茶，一切都变得鲜明起来。你不要把就是这个好的能量就在一份好的感觉当中就浪费掉，你要赶快在这边回想一下，就是你想要改变什么，你要趁这个好的能量，你想改变什么，就是你要，比如说你自己正在做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好的能量回向给自己，就希望我要做那个事情能够更好一点，更顺利一点，或是我做的过程当中我能够让自己更努力一点。就是这个回向就可以把这个能量导向对你的往好的地方的改变，它能够导向那个地方去。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善用这个能量。但你如果觉得就是很好，爱就是很舒服，这个能量就像一阵微风吹过就算了它没有在你身上发到电它就是吹过去就好了。但你如果有意识到或者有觉察到，这个能量是很好的，那你其实可以把它当下就用这个能量回向在某一件事情上当然是跟自己的生活实践有关的，或跟你想要完成的目标有关的事情上，在那个地方给自己推一把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助力。就当他跟你美好的愿望、跟你美好的愿跟你或者跟你所发的愿相结合，这个能量它就可以得到最好的使用。当然如果没有跟你的愿或者大家如果有看我的易经，就是有跟你的志对我来说那个志跟愿是同样的事情，跟你内在那个长期要努力要累积的那个目标跟那个志结合在一起，或是跟你的愿结合在一起，这个能量就得到很好的使用。这样
你就可以明白我要讲的能量是什么。它其实是可以跟你的状态，让你变得更好的状态要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讲到这里，我那时候在高雄演讲，我就在回问他们现场的这些朋友，我就说你如何在学习你们占星塔罗的情况底下，同时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修行，你做得到做不到，或者你有没有这样在做？如果你没有这样在做，那就表示你的能量状态跟你的修行状态是分开的啊。也就是说，你无论花多少时间去学好塔罗，那个都是没有能量的东西，因为你把它跟你的修行分开了，其实那个就是没有能量的东西。如果没有能量，如果你学塔罗，哪怕不管3年5年，你哪怕就学再久，如果你学到东西是没有能量，不要忘记能量是用来改变状态的。那么你在跟别人，在帮助别人，在跟别人咨商，别人来请你咨商的时候，你容不容易改变他内在原先的一些想法？你改变不了，你没办法调整对方。如果你没办法调整对方，你没有办法影响对方，其实就是你的能量状态太低了，就是你的能量状态太低。因为你的能量状态低，所以对方不会受到你的影响。我就说，能量就是用来改变事情，他没办法得到任何改变。他原来怎么想，他原来担忧丝毫没有得到疏解，他原来的状态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所以哪怕你跟他讲了1个半小时，他还是觉得没有收获，所以他下次就不会再来找你。不但他不会再来找你，他还会跟别人讲，你不要去找他。但是你如果把你所学的这个占星塔罗跟你的修行结合在一起，这个就不一样了。你是在一方面是在学占星塔罗，但2方面你是透过占星塔罗在调整你自己哦。这个就是你把修行这件事情，你把修行能量跟你学的这个技能结合在这3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当你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你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处在不断提升、不断改变的过程。当你自己真的因为这个技能而深深的得到你的状态的改变，你深受这个东西的帮助，这个时候你在利用这个工具去帮助别人，你才帮得了别人。你连自己都没有真的受惠，你如何用这个东西去让别人受惠呢？你如果因为就是我3年前学塔罗，我是那个鸟样子，我现在3年后学完塔罗还是这副鸟样子，那你就不要再用塔罗去害人了。你不要再用塔罗去害人。我3年前学塔罗是那个鸟样子，我3年后我学了3年后，我不是那个样子，我讲话方式不一样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对就是甚至我整个人的积极性，我整个人那种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态度都得到改变。那你真的是有因为塔罗这个东西而受益。所以当你在跟别人谈塔罗的时候，你讲的话必然是有能量的。这个能量甚至是从你生命的状态自然流露出来的，它是自然流出来，因为你平常就在累积，你平常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个能量是累积在你身上，所以当你在跟别人做咨商，你那个就自动就流出来了，所以你就能够影响到别人。那有一些人他就是什么，就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很江湖。什么叫很江湖？很江湖就是他就是影响不了你。那他影响不了你，他怎么办？你们想想看。哎呀，你就对，就是恐吓，他就是跟你讲，哦呦，你完了，你这个你有一个很凶的一个结束要度，他没有办法用正向的能量
说服你或改变你，但你又不信他，他就用负面的能量，负面能量大家都会恐惧。我跟你讲，这是很糟糕。当你学某一种工具，学到最后，你必须要用很负面的能量去让别人产生害怕、产生恐惧，以至于要来依附你的。你做到这个地步啊，你真的就堕入三恶道，真的就堕入三恶道。就造业没有比这个更深的了，造业没有比这个跟你把一个好好的人从悬崖推下去没有两样哦。那个就是人对这种凶啊，对这种恶，就是极恶这种的恐惧，就像站在悬崖看下面那个深谷一样，你就是这样把它推下去哦。就这种造业是非常可怕的。但你就是因为学艺不精，就是因为能量不足，到后来要用这种负面的手法来增加你的收入，你真的是在造业。所以，当一个就是走武术的人，他有时候是不得已，或者不管怎么样，因为他收入太少，他只好用这种技巧。我跟他说，这种人啊，就是你很少看到他生活日子过得好的。哪怕他算的再准，你都很难看到他们的生活是好的。真的是造业造太多。就我们，那你就说，你可能会说，老师啊，真的算出来真的就不好啊。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好，就我们高雄有个同学。但因为我们学易经，我虽然我常常讲，我们学易经不是为了学卜卦，但是学卜卦是一种学好易经很好的方法。因为卜卦是一种案例的累积嘛。那易经的那个文言文其实很深奥，可是你如果把它跟一个具体的事情有连结的经验，它就会形象化、图像化，它就会说哦，这个这么深奥的文字，它可能展现出来的形象就是那个形象。所以你如果累积很多卜卦的经验，其实是学习易经很好的方式。所以自古以来，就是读易经的人一定要学卜卦啊，一定，因为不是说卜卦本身怎么样，而是卜卦可以帮助你学易经。所以当你把易经学好以后，通常你又对卜卦觉得无所谓了。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嘛，它不是目的。我们目的不是要卜卦卜准。你们如果听过我讲类似的话，我讲很多。我就说，一个人如果被卜卦卜得太准，你说哇，你卜卦好神哦，都讲对耶。这个被讲对的人，一定就是没有修行。就只有你没有修行，你就容易被讲对。你如果有修行，你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他就抓不住你，那个卦抓不住你，你太容易被卦抓住，必然你内心有很多执着。你在那个地方困太久了，你在那个地方困很久，你就很容易被卦抓到，卦就很容易马上抓到你的特征，你的业力太重也很容易被抓到。但你在修行阶段，它就是到底要抓哪里也是抓不住，你像个泥鳅一样，抓住了你其实又往上走了，就是它其实是不容易算准的。所以你太容易被算准，就是你修行不够，也可以说你能量不够，你能量的位阶不够，能量位阶不够，你就太容易被抓住。所以学易经的人，因为学到后来，其实你把学易经过程也当做一种修行的过程。当你把易经学通了，可能你需要花3年的时间。学通了以后，其实你本身就一定会有很多改变。而这个从过去的状态改变到现在3年后这个状态，这个改变的经验，就是它的重要性远远大过于卜卦那个技能。你以后甚至不用靠卜卦，你就是跟人家聊聊天，就可以对人家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的能量状态不一样。但如果对方就是他就是非得要透过某种卦才能得到帮助，那也可以啊。但就是我们很多学员，就是刚开始他会很认真学卜卦，但是到后来就无所谓了。无所谓意思就是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再用卜卦来刺激自己那个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其实遇到一件事情，他内在
态度就可以让他知道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他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啊，什么事情不要做，要把行动放在什么地方上。当你在这里已经有分辨力的时候，卜不卜卦对你就不重要了啊。但是我说，有时候还是就是你还是透过卜卦，好像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一点幻想嘛，那我们就跟着大家的幻想，就帮人家卜卦也可以。那我就举这个例子，我们高雄有个同学，他可能是高雄地区的同学最会卜卦的，就是对卜卦而且就很聪明的一个人，反正就很聪明，就那种在台积电工作，然后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然后就是有一次我们出去吃晚餐，不是吃晚餐，出去唱歌啊，因为我喜欢唱歌，然后唱完歌我就依依不舍，我就说那我们再去吃个宵夜哈。那时候大概10点左右，高雄。然后就有同学，那我有个朋友在附近有一家餐厅，我们不如去那里。我打电话给他，可那个朋友餐厅10点就关门，所以他今天打电话，就朋友说欢迎过来，好，我们就去，就杀到他那个朋友开的餐厅。到那边去，你看又是要人家在加班在接待我们，然后这总得要回馈人家嘛，所以难免就要帮人家卜一卦。这是没办法的事，这是业力，就是要帮人家卜一卦啊。对方就是他有个感情问题，他刚好就说，他想问他那个感情问题，然后卜出来就是你们如果知道易经，它就是那种坎卦、困卦，又困又坎的那种，就是很不好。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不是很好的卦。好，你要如何回答？我就先把球丢给我们同学当中最会卜卦那个同学，我就说，这个你来回答。然后这个同学看这个就说，不行。然后我就说你不能叹气，你到底怎么样？你要说一下啊。对，他又看了一下，就说，不好。这个就是学生捅娄子了，就是老师来收拾。你都吃了人家的东西，喝了人家的红酒，你还跟人家说不行，不好，你这不是在造业吗？但问题不在，我跟你讲，你就是做諮商工作，当你让别人陷入这种紧张、焦虑、恐惧，他找不到出路，你就是在造业啊。所以这个是在造业，他这种回答方式是在造业，就是让人家陷入恐惧，哪怕他没有说谎，那你连这样都在造业，你就更不用说你是说谎了。或者人家没那么坏，你把他说得很坏，那你那业力造得非常大。就是人家哪怕真的就是不是很好，然后你把他说到让对方心里产生恐惧，这个是我说连这个都是业力，所以我就要帮他消业，就回来就我要讲，所以我跟他讲，我说这个每个人人生啊，总是要面对一些情感的波折。这是难免的，哪有人一辈子所有情感经验都是顺顺利利啊？你们自己问问看，没有嘛？所以我讲的是世界性的公理啊，我没有说任何讨好对方的话。我说，人生总是会遇到一些情感的波折，这个很正常。但如果不正常的地方是哪呢？不正常的地方在，别人都知道这个是个波折，别人都知道说，那到这里应该可以放下了，但是你不放下。我说这个才是问题，情感波折本身不是问题，但你执着在这个波折，仿佛在这个波折里面，你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人生意义，以至于你舍不得放手。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检讨一下，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所以我就说，我要跟你讲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别人放得下，但你放不下，这个地方我要跟你讨论。
讨论一下，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我说情感问题是最难卜卦的，因为你跟对方说，哪怕你说不好，他信不信？他如果很执着这个情感，他是不信的。所以你不要帮别人做决定，不要帮别人做决定，你让他自己做决定，你只要帮他做好规划就可以了。他要不要做是他的事情。那要做什么规划？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眼中看到的人跟别人眼中看到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你可能都看到好的一面，你的其他的朋友看到，可能他们会看到坏的一面，或者看到他们觉得不理想的一面。可是当别人跟你说的时候，你也许不信。我说这没有关系，因为这很正常，每个人看到的会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自己检验。我就说你把你最不能够忍受你这个朋友对待你的方式，你列出3条。比如说我每次联络他，他都不回我，哪怕可能都3个小时、4个小时，他也都不回我，整个人就失踪，失踪半天，甚至失踪1天，这个我没办法忍受啊。这样我说好，你就把这你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你列出3条，你把这3条当作红线。然后你跟你的朋友就好好沟通，跟他说这3条对你很重要，你每做一样对你都是巨大的伤害，你可能让他一整天心神不宁。你跟他好好沟通，这3条以后不要犯。如果对方说我做不到，我不想做，我说那你就知道了，就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3件事情他都不想做，那你应该改变你对他的看法可能你对他的理解可能不是你，可能跟真实的状况是有差别的。那如果对方跟你讲好，我愿意做，好，那你就要检验，不能只听他说，你要检验。如果他踩到一条红线，你要跟他提出警告我说你现在踩到这个红线，你让我一整天都不舒服。如果他踩到2条红线，我觉得你也是要重新考虑了，因为他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你了。所以我就说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这样，就是你就是列3个红线，然后你去检验一下，他是不是跟你想的，就你心目中的他跟他实际的他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他？如果不同的话，那你要怎么办？但如果是一样的3条红线，他从此遵守那我当然就祝福你嘛但如果3条红线老是在踩，而且还今天踩这一条，明天踩那一条，只要不能3条，你最多破2条，你就必须重新检讨你们的关系你是要跟他继续维持这个关系，因为你如果继续维持这个关系，那就表示你会不断受到他的伤害然后他就说他知道，好，然后你觉得我这样的说明跟我们那同学说，哎，不行，哎呀，很坏，你觉得？不是我的意思不，后来这个同学跟我说，老师好会讲话。我说这个不是讲话的问题，不是很会讲话的问题，这其实跟你的能量状态是相关的。你不是这个能量状态，你不知道这样子才能够帮助到对方。你只有在这个能量状态底下，你才能够找到对他有帮助的语言。可以吗？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所以就是尤其是学武术，尤其是学身心灵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能量状态。因为我们学身心灵，到时候除了帮自己以外，其实我们也很想能够帮助到对方。那你真正能够帮助到对方的，不是你那个技能，当然技能很重要，但除了这个技能之外，你的能量状态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对方的一种改变，造成改变的那个到最后最基本的原因。好，那我们上半场先这样子，好，等一下再讲下半场。我认为李氏春秋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在一个春秋战国这样一个乱世，但是聪明人非常多，天才非常多，天才辈出，每个人都有一套他的人生哲学，每个人都有一套他处事的方法，每个人都有他的专业技能，每个人都有他对人生的特殊的看法，但是
东一个看法，西一个看法，各种系统不一样，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啊！所以吕氏春秋他想要努力的事情，就是我有没有可能用一个观点，把这些所有思想的精华呢融为炉，而让我们人生从学习，然后到当官，就事业到事业，以至于我做了大事业以后，我要做一个领导者，乃至于我做了领导者以后，我还想更进一步，让我明心见性就通透整个宇宙、人生万物的道理，乃至于进入到宗教的境界，甚至我的身体也养得很好，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一般来说很难，但是吕氏春秋做到。吕氏春秋的核心观点就是有一个东西的确可以从头贯通到尾，你一个人也可以学，你在组织当中工作也可以学，你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学，乃至于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也应该学的东西，就一以贯之。就是很多很多有智慧的人把他们的思想融成一炉，所以你读吕氏春秋就等于好像把诸子百家全部融会贯通，但整个书的内容太多，这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它在这里有一个六论，我觉得它一个蛮独立的所以我就特别在这个六论这边做了一个重点的整合。那你从这里你也可以理解到整个吕氏春秋的精华所在。对，其实我在讲易经的时候，我是有把吕氏春秋这个方法把它用到讲易经上面去。对，所以其实大家在读易经的时候，字里行间你是可以常常感受到我使用这个方法。